这个馆的镇馆之宝是这个胖胖的蒙娜丽莎 Museo Bodero， 你看那庭院打理的多好，这块还不要门票。这幅镇馆之宝叫《蒙娜丽莎12岁》，是费尔南多·伯特罗在1953年创作的作品。这是他的标志风格，以大而夸张的体积来描绘人物。这幅蒙娜丽莎特别的圆润、俏皮、可爱，与众不同，是伯特罗想象中的蒙娜丽莎12岁的时候。就这样，伯特罗一生的作品都是以胖为美，无论是雕塑还是画作。他是哥伦比亚的国民雕塑家、画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伯特罗博物馆的藏品全部都是由他本人捐赠的，一共呢有208件艺术品，其中呢有123件是他本人的艺术品，还有85件呢是他私人收藏的其他国际艺术家的作品。伯特罗的作品虽然都是以胖为美，但是根据作品的不同呢，可以代表批判，也可以代表幽默。表达方式呢并不是一成不变。他的作品呢在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都能找到。老爷子是麦德林人，当年他想把自己的藏品捐给家乡，但是呢由于麦德林当局太墨迹了，就被波哥大挖墙脚了。所以他大量的作品其实是在波哥大这个伯特罗博物馆的。当然啊，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有很多雕塑啊、画作捐给了麦德林的博物馆。就比如说麦德林的伯特罗广场，都是他的雕塑作品啊，非常的震撼。伯特罗的一生，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传奇的。其实很多画家家庭条件都还是不错的，但伯特罗却不一样。他的父亲是个推销员，在他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裁缝，小学是靠他叔叔资助的，但是初中就有奖学金了。他本来呢也不是想画画的，本身呢是立志当一个斗牛士。12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斗牛士学校学了2年，但是在斗牛士学校呢，开始干副业了。副业是什么呀？画画，而且就如同开了挂般的人生，一发不可收拾。从立志当斗牛士这个纯武行变成了文艺工作者。16岁的时候就在麦德林著名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幅插画，用插画赚到的工资交高中学费，真的自食其力。19岁到了波哥大接着学习画画，但是没过几个月就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隔了1年就靠画廊画展的收入去西班牙了，抵达马德里。他在马德里的生活呢，就是学习画画加去逛博物馆，给自己一些灵感，所以经常逛博物馆很重要。而他怎么生活呢？马德里物价可不低啊，老爷子靠临摹别人的作品在街上售卖为生，买到就是赚到。新的一年就又巴黎了，天天泡在卢浮宫里面。再之后佛罗伦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他在1964年的时候呢，才开始第一次做雕塑，在1977年就已经在巴黎的大皇宫展出他的作品了。光努力真的也不太行，还是要有天赋。在2005年的时候，伯特罗画了一个阿布格莱布监狱系列，在欧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系列以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的新闻报道为基础，一共创作了85幅绘画和100幅素描。我觉得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查一下看一看，这个系列画得非常棒。我个人看了看伯特罗的生平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刚烈、很有性格的一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曾经在哥伦比亚有一个大毒枭巴布罗·埃斯科巴尔，心狠手辣、臭名昭著的巴布罗·埃斯科巴尔。他和伯特罗是老乡，都是麦德林人。在他死后，伯特罗发现他的2幅画是埃斯科巴尔所有，这非常的让他气愤愤怒。他画了2幅巴布罗·埃斯科巴尔之死，来描述这个令哥伦比亚人、令麦德林人痛恨的大毒枭死亡的时刻。他在1994年被绑架过，在95年的时候，他的一座雕像在麦德林被炸了，2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即使这样，伯特罗本人从未屈服，又捐赠了一个完整的复制品在旁边。
但他在2023年9月15号去世了，享年91岁。老爷子的灵柩在葬礼期间也是停放在波特罗博物馆，这个充满了他一生心血和作品的地方。这个波特罗博物馆，我觉得真的值得一来。